奶奶，都跳了3个小时了，回家吧，我饿了。作业还没写呢。一边玩去！没看见我正跳着吗？奶奶，我中午没吃饱，你先带我回家做饭，好不好？冰箱里还有剩饭，自己回去吃。爸爸不让我一个人用煤气，那你就吃凉的。这么大个孩子，还能把自己饿着？翠兰，快回来，下一支舞开始了。那我自己回家了。随便你。来，刚才那段重跳。烦死人了。大黄，今天只有你等我回家。你也饿了吧？我也饿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吃的。爸爸说过，小孩子不能碰煤气。大黄，还有鸡蛋，我分给你一点。你别急，我马上就拿到了。没事儿，我拿完饭就下来。大黄，你看，不会摔的，马上就够到了。大黄，别吃地上的饭，旁边有碎碗，会扎嘴。大黄今天怎么了？他平时挺听话，怎么叫成这样？翠兰、暖暖，你们在家吗？暖暖，我是对门王奶奶，听见就答应一声。暖暖明明回来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王婶儿，怎么了？大勇，你家大黄一直在屋里叫，我拍了半天门，暖暖一点回应都没有。我看见孩子回家了，我怕暖暖出事。王婶儿，我在外地，离家还有3个多小时。我妈呢？她没在家吗？她要是在家，能不开门吗？肯定又去跳舞了。你赶紧给她打电话，让她马上回来开门。王婶儿，麻烦你守在门口，我马上联系我妈。你放心，暖暖没出生前，我一步都不走。王婶儿，我妈还是不接电话。暖暖有回应了吗？没有，我喊了半天，孩子没出声。大黄嗓子都哑了，这不是普通狗叫，他是在里面求救。暖暖会不会只是睡着了？睡着了？你听听这动静，楼上楼下都听得见，他睡在此也该醒了。暖暖最懂礼貌，能听见就绝不会不回答。你妈天天就知道跳这个广场舞，她下午4点多就去，不到天黑不回来。4点多，暖暖不是5点才放学吗？大勇，今天孩子可能出事，我不能再瞒你。你妈为了早点跳舞，经常不去校门口接她。她让暖暖自己去广场，一等就是1个多小时。我妈说她每天按时接暖暖，她还说放学就回家，给孩子做饭。做饭？她晚上有几天真正开过火？她回来晚了，就让暖暖吃泡面或者冷剩饭。王婶儿，我知道了，您再帮我守一会儿，我继续联系我妈，让她马上回去。你赶紧打，我守着门，心里越来越不踏实。翠兰，你手机响半天了，看看是不是急事儿？能有什么急事儿？肯定是大勇又问东问西。大勇，干什么？妈正忙着呢。妈，暖暖在哪儿？
他就在广场边上玩呢。他现在就在你身边？对，他就在旁边。他跟大黄玩呢，刚才还在跑来跑去。你现在能看到他吗？我一直盯着他干什么？广场上这么多人，孩子丢不了，你放心，有我看着呢。王婶说暖暖回家了，大黄也一直在屋里叫。他又胡说什么？暖暖和大黄都在我这儿。王婶就在家门口，怎么会听错大黄？他就是故意找事儿，存心到你面前告状。昨天他少了东西，非说是大黄叼走的。我跟他吵了几句，他一直记恨我。妈，你确定暖暖就在广场？当然确定，我亲孙女在哪儿，我还能不知道？下一支舞要开始了，你别一直打电话，一会儿我就带她回去吃饭。赵阿姨，暖暖也在广场吗？李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暖暖刚才还在这儿。那我怎么没看见她？可能跟别的孩子玩去了，这么大哪能都看见？他又跟你告状了？暖暖没告状，是我闻到她的菜有酸味儿，我没敢让她吃。她中午只吃了半个馒头，剩一碗的土豆丝能有什么问题？你们就是太小心，我们以前什么没吃过。孩子肠胃弱，饭菜有异味就不能再吃。她现在应该很饿，您还是早点带她回家吧。知道了，我们再跳2支就走。您说她在附近，我去帮您找找。不用了，孩子贪玩，你越找他越躲。等我跳完，他自己就回来了。赵阿姨，暖暖到底在不在广场？我说在就在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你只管学校里的事儿，放学后不用你管。孩子没接电话，他玩起来听不见，很正常。翠兰，快过来，就等你了。来啦！别大惊小怪，一个孩子能出什么事儿？联系上你妈了吗？她什么时候回来？联系上了，她说暖暖正在广场上玩，我妈还说她跟大黄在一起。她真说大黄也在广场？她亲口说的，会不会屋里不是大黄？我住你家对门多年，还听不出大黄？你别挂，我让你自己听。是大黄，屋里的真是大黄。你妈不是说大黄正陪暖暖玩吗？暖暖已经回家，大黄也明明在屋里，他却说都在广场，说明他根本不知道暖暖在哪儿。王婶儿，再喊一次暖暖，让她回答我。暖暖，你爸爸在电话里，听见就答应一声。暖暖还是没回应，只有大黄在叫。暖暖饿着肚子等他，已经不是第一次。我一直打电话，是怕再晚一步，孩子真出事。王婶儿，您先别走，继续守着暖暖，我马上找附近的人过去开门。大勇，我正在跳舞，你能不能别一直打？妈，你现在看着暖暖，让她接电话。他玩得正高兴，接什么电话？让她接，现在就让她接电话。你冲我喊什么？我天天帮你带孩子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暖暖到底在不在你身边？我亲耳听见，大黄正在咱家屋里叫。我可能看错了。那暖暖呢？你亲眼看见她了吗？一个8岁孩子还能凭空没了？再过半小时，我自己回家看看。半个小时？你现在立刻回家！我不回，这一支我是领舞，所有人都在等我。暖暖还没有你的领舞重要吗？我没说它不重要，它就在小区里，它就在前面，能出什么事儿？赵阿姨，暖暖现在联系不上，她中午没吃饭，您必须马上回去看看。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不用你管。暖暖是我的学生，
孩子可能有危险，我就必须管。暖暖爸爸，我是班主任李老师，暖暖中午只吃了半个馒头。赵阿姨现在根本不知道孩子在哪里。李老师，麻烦您先去我家门口，您帮王婶看着，我马上找人开门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你去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谁也不许开门。门坏了可以修，孩子出了问题，谁能把它修回来？妈，暖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今天跳的每一步都会变成最后悔的事儿。翠兰，别跳了，赶紧回去看看孩子。孩子中午没吃饭，现在又联系不上，再大的事儿也没有孩子重要。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不用你管。孩子在哪儿都不知道，这种话不能随口说。你早说他回家，大勇早就让人开门了。行了，你们别站在这儿教训我。暖暖是我亲孙女，我还能故意害她吗？一个孩子在家，哪能说出事就出事？暖暖，李老师来了，你听见了吗？王婶，暖暖还是没有声音吗？一直没有，连大黄都快叫不动了。大黄，暖暖是不是在里面？这不是普通狗叫，他是在让我们进去。钥匙在赵翠兰手里，可她就是不回来。他知道我们叫他回来，现在干脆不接了。王婶，暖暖呢？还在里面，谁喊都没回应。暖暖，我是二毛叔，听见就答应一声。大黄，暖暖在哪儿？勇哥说的没错，里面肯定出事了。勇哥，我已经到你家门口了。大黄确实在屋里，暖暖一点回复都没有。你再听听，他会不会只是睡着了？这动静都叫不醒他，我怀疑他失去意识了。钥匙呢？我妈还没把钥匙给你吗？还没有，我现在就去广场找她，尽快找到她，让她马上把钥匙送过来。我和你一起去，这次不能再拖了。物业已经联系了，人马上就到。他在长椅那边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赵姨，把钥匙给我。暖暖一直没回应，大黄已经叫哑了。你们不是有本事吗？怎么还来找我要钥匙？赵姨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，先开门确认暖暖平安，其他事情等孩子没事以后再说。我怎么知道？你们是不是合起伙来骗我？王婶昨天还跟我吵架，今天就说我家出事儿。我亲耳听见大黄在屋里求救，我也亲自喊过暖暖，她没有任何回应。王婶可能和你有矛盾，我总没有吧？赵姨，钥匙给我，我进去看一眼。暖暖没事，我马上出来。我家的钥匙凭什么交给你？你进去以后，屋里少了东西怎么办？我和勇哥从小长大，我会偷你东西？人心隔肚皮，钥匙不能随便给外人。一把钥匙和一屋东西，比暖暖安全吗？你别给我扣帽子，暖暖是我亲孙女，我怎么可能不管她？那您为什么不现在回家？从这里走回小区，最多只要5分钟。你已经在这里坐多久了？我就是觉得你们在小题大做，她平时会睡在沙发上，听不见很正常。勇哥，你自己跟赵姨说吧。妈，把钥匙给二毛，现在！就因为一条狗叫，你们都把我当罪人！我只让你开门看孩子，这有那么难吗？你就在家附近，走几步就到了。你为什么非要一直拖？我马上回，还有一会儿。
等这里结束，我就回去。从王婶第一次打电话已经过去多久了？暖暖在里面一声都没有，你还要等什么？你们就是故意吓唬我，暖暖能出什么事儿？你怕开门以后发现暖暖真的出事，所以你宁愿骗自己，也不肯开门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赵阿姨，钥匙。我不信你们，我家的门必须自己开。那你现在跟我们走。你知道暖暖为什么不敢告诉勇哥你怎么对他吗？因为你总说爸爸开车辛苦，不能烦他，他饿了不敢说，害怕也不敢说。他才8岁，却活得比大人还小心。今天他终于拉住你，说自己饿了，可你却嫌他烦，让他自己回家。你怎么知道他来拉我了？广场有人看见暖暖来找过您，您却让他自己回家。妈，真是你让暖暖自己回家的。二毛，别再来浪费时间，马上回去，联系物业，再打急救电话，说明有孩子独自在家，怀疑已经失去意识，让物业和邻居见证，马上砸门，门和锁损坏都由我负责。谁敢动我家的门？刘大勇，那套门很贵，不能随便砸。门坏了能换，锁坏了能修。暖暖要是出了事，你拿什么赔？要怪我，要我赔门，我都认。可孩子等不起，钥匙就在你手里，为什么不跟着回去？你不说为了跳舞，你是怕出事，不敢面对。里面有人吗？听见请回应。不能再等，大黄已经快叫不动了，孩子一直没回应，里面还不知道怎么样。幸福家园3号楼有个8岁孩子独自在家，怎么喊都没回应，屋里的狗一直撞门求救，孩子可能摔倒，至今没回应，请尽快派急救车。我是住户刘大勇，也是暖暖的父亲。我女儿独自在家，现在可能遇到危险。我同意紧急开门，损坏的门锁由我承担。大黄是不是也没力气了？大黄，再坚持一下。孩子可能有危险，立即破锁，大家往后退。门开了，先别急。大黄，带我们去找暖暖。孩子，暖暖，二毛叔来了，你醒醒！暖暖，快醒醒！先别挪他，可能有头部损伤。暖暖，我是李老师，你能听见吗？有呼吸，孩子还有呼吸。不要晃动，也不要喂水，清开周围碎片。他是为了拿饭才从凳子上摔下来的。奶奶就在几百米外，他却饿得自己爬凳子拿剩饭。勇哥，门开了，暖暖摔在厨房还没醒。暖暖，还有呼吸吗？有呼吸，急救车马上到，你千万别开快车。二毛，求你帮我守着暖暖，别让他醒来时身边一个家里人都没有。勇哥，你放心，我陪他去医院，一步都不离开。孩子在厨房一直没有醒。孩子还有呼吸，大家退开，不要晃动他。孩子头部有外伤，需要马上送医院检查。固定完成，准备担架，立即转运。孩子家长不在，谁跟车？我跟车，我是他爸爸的朋友。我是班主任，带着他的资料，我也去。我去找孩子的就医证件，随后赶去医院。大黄，
你不能去，先回家等着。我们带暖暖看医生。你在家等她，我们一定把她带回来。我陪着她，路上需要什么就告诉我。暖暖，二毛叔在这儿。大黄，别吃碎碗旁边的饭。好，大黄没吃，你放心。孩子有短暂意识反应，这是好现象。先别让他多说话，我们马上送医。暖暖，我孙女怎么样了？她是不是睡着了？是不是他们故意把事情说严重了？孩子已经失去意识，刚被送去医院。失去意识？他怎么会失去意识？好好的孩子，不就是自己回趟家吗？孩子从木凳上摔下来，头部受了伤，不是那条狗一直撞门，邻居可能发现不了。他为什么要爬凳子？家里不是有吃的吗？您自己上楼看看，现场暂时不要清理，后面可能需要向民警和医生说明情况。这就是家里的意外，有什么好说明的？是不是普通意外，不是您一句话能决定的。大黄，暖暖怎么了？他爬凳子就是为了拿这碗剩饭。什么叫就为了拿一碗剩饭？暖暖中午没吃饱，放学校又饿着肚子找你，他不自己拿饭，你准备让他饿到什么时候？我说了再跳一就回来，孩子都送进医院了，你还怪他等不了？他才8岁，饿到晚上还先想着大黄，他哪里做错了？我又没让他爬凳子，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下来，我能怎么办？你到现在还觉得只是他自己不小心？他要是吃饱了，身边有大人，用得着自己爬凳子吗？你明知他不敢用煤气，还让他自己回来吃剩饭，你把饭放在他够不到的地方，自己却还穿着舞衣在广场领舞。出了事，你还想把责任推给一个8岁的孩子？我没有推责任，我就是觉得什么？觉得你没亲手推他，所以就跟你没关系？你看看大黄的爪子，再看看门上的抓痕。他为了让人听见，一直抓门，一直撞门。狗都知道救暖暖，你拿着钥匙却不肯回来。我以为家这么近，他有钥匙，大黄也在，我就想着再跳半个小时。暖暖找你，大勇催你，二毛要钥匙，你都说半个小时。你嘴里的半个小时，差一点就是孩子的一辈子。别说了，我现在就去医院，证件带好了，你跟我一起走。这门坏了能修，现在最不值钱的就是这扇门。大勇，暖暖到医院了吗？到了，正在检查。你别急，暖暖从小身体就好，就是摔了一下，肯定不会有大事。妈，你到现在还觉得他只是摔了一下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怕你着急。你不是怕我着急，你是怕承认今天是你做错了。
大勇，妈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不跳了，天天在家陪暖暖。你别不让我见他，再给妈一次机会。现在说这些太早，先等医生的结果。你哭给谁看？暖暖现在看不见。我是真心疼她，她是我亲孙女。疼不疼？不看你哭多狠，要看孩子需要时你肯不肯停下。二毛，暖暖怎么样了？送来的路上醒过一次，只说了一句话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让大黄别吃碎碗旁边的饭，他怕大黄吃下去被碎片扎伤。这个傻孩子怎么什么都先想着别人？因为他一直觉得给别人添麻烦是不对的。李老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暖暖在学校很少主动说自己的事情，哪怕身体不舒服，她也总说自己没事。今天中午，她打开饭盒时，我闻到菜有酸味儿，我怕孩子吃坏肚子，没让她继续吃。菜有酸味儿？她中午只吃了半个馒头，我问她要不要吃学校食堂的饭，她不肯，说家里不富裕。她说爸爸挣钱辛苦，不能再多花钱。一顿饭能花多少？我给的生活费够他吃饭。可是孩子不知道，他只知道奶奶总说爸爸在外挣钱很累，家里的事情不能麻烦爸爸，多花1分钱都是不懂事。勇哥，暖暖一直不说，不是因为她过得好，是因为她怕你担心。可我每次问她，她都说奶奶对她很好。懂事的孩子往往最容易被大人忽略，他不会大哭大闹，也不会追着大人要东西。可他不说，不代表他不饿，也不代表他心里不会难过。大勇，暖暖呢？医生怎么说？还在检查。有没有生命危险？妈，我先问你一件事。暖暖中午的饭是你准备的吗？是，我装了馒头和土豆丝。那盘土豆丝放了多久？也没多久，前天晚上炒的。前天晚上？今天中午你还让他吃？菜一直放冰箱里，又不是放在外面。我们以前剩菜放几天，也没见劝出什么事儿。赵阿姨，那盒菜已经有明显异味，成年人吃了都可能不舒服，更何况是孩子。暖暖以前也吃过，不一直好好的吗？以前没有出事，不代表这样做是对的。他中午只吃半个馒头，放学时已经很饿。我不知道他中午没吃饭。我中午给您发过消息。什么时候？中午12点40分，我说饭菜有异味。下午3点多，我又提醒您放学后给他吃饭。妈，你不是没看见，你明明已经看过了。我当时正在排舞，看了一眼，后来忘了。老师明明告诉你，他中午只吃了半个馒头。你明明知道，他放学时一定很饿，他又亲口说饿了，你为什么还让他自己回家？我没想到他会摔倒，我想着跳完就回去。又是没想到，你没想到饭会坏，也没想到他会饿，没想到他会爬凳子，也没想到他会摔倒。你每一次没想到，最后承担后果的都是暖暖。大勇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机会不是我给的，要看暖暖还愿不愿意相信你。医生，孩子怎么样？谁是孩子父亲？我是暖暖的父亲。孩子头部受到撞击，外伤已经处理，目前没有发现需要立即手术的情况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？
他中途短暂醒过，目前有脑震荡表现，需要住院观察。接下来24小时很重要，要注意呕吐、头痛加重，还有意识异常。医生，那就是没大事了，对吧？我没有说没大事，头部受伤必须重视。孩子还有低血糖和轻度脱水。低血糖？他中午几乎没正常进食，长时间没吃东西，也没及时喝水，身体已经很虚弱。孩子平时由谁照顾？我常年在外开车，平时是他奶奶照顾。孩子才8岁，为什么让他独自在家找饭吃？明知他中午没吃饱，晚上为什么没及时准备饭菜？家里不是没饭，冰箱里有剩饭，是他自己不小心。8岁的孩子不是家里放着东西就算照顾，食物是否安全，孩子能否拿到，有没有大人在场，都是照护。这次送医及时是现在最值得庆幸的地方。再晚一些，孩子持续昏迷无人发现，情况会严重得多。现在先别互相争执，先让孩子稳定下来。等他恢复以后，家庭照护方式必须调整。这次不能只用一句以后小心就结束。医生，我明白，以后我会亲自安排。医生，请等一下，暖暖中午的饭盒还在学校，需要拿来吗？饭盒和里面的食物还在吗？还在办公室，剩下的饭菜我没有到，我本来就想把饭菜交给家长确认。可以带过来，我们需要了解孩子平时的饮食。如果他经常吃不新鲜的食物，还要关注营养情况，他的消化和长期身体状况也需要继续检查。一个饭盒而已，还拿过来干什么？因为有些事情只靠嘴说，您总觉得别人冤枉您，那就让大家亲眼看看，暖暖每天吃的到底是什么。麻烦您把我桌上蓝色饭盒送来医院。是暖暖今天带来的那个吗？对，里面的饭菜别倒，原样带过来。一个饭盒而已，没必要这么麻烦吧？有必要。暖暖现在还躺在病房里，她为什么低血糖？为什么饿着回家？必须说清楚。她本来就挑食，青菜不爱吃，鸡蛋也总挑。我辛苦给她准备，她自己不吃，也要怪我吗？妈，你刚才不是说不知道她中午没吃吗？我说的是平时，她平时就挑。暖暖不挑食，青菜、鸡蛋、鱼肉，她在学校都吃过。同学分她一小块蛋糕，她也舍不得马上吃，她会用纸包好，说要带回家给大黄。这孩子吃块蛋糕都惦记大黄。她不是挑食，她是知道没人管，所以不敢提要求。你们现在都帮着她说话，孩子在学校什么样，我又看不见。您看不见，不代表那些事情没有发生。上个月学校春游，每个孩子交30元餐费，暖暖一直没有交。30元？我每月给家里的钱专门留了学校活动费。我忘了，那几天事情多。我后来问暖暖，她说自己不想参加。我原以为她只是不喜欢集体活动。暖暖，你明明想去，为什么说不想参加？奶奶说能不花就别花，我不想让爸爸多跑车。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我给您打过电话，但当时没有接通。我以为是推销电话，后来也忘了回拨。后来我联系了赵阿姨，您说暖暖自己不想去，让我别勉强她。我当时真以为她自己不想去。您有没有认真问过她为什么不想去？后来呢？暖暖去春游了吗？班里几位老师凑钱替她补上了餐费。她在日记里说，那是第一次和同学一起吃盒饭。第一次？她平时不是天天带饭吗？她平时时带的饭，很多时候并不完整，有时只有馒头，有时只有一盒白米饭。剩饭热一热也能吃，谁家能顿顿都做新的？剩饭不是不能吃，可得看放了多久，也得看有没有变味儿，更不能天天拿剩饭打发孩子。你又知道了？你天天盯着我家吗？暖暖每天端着饭盒回来，我在对门看得见。有时候盒里的饭几乎一口都没动。你不问他为什么没吃，只会骂他浪费。饭给他装好了，他不吃，不是浪费是什么？坏了的饭也必须吃完，才不叫浪费。
孩子吃坏肚子，也要怪他身体不够好吗？你们现在就是抓着我不放，暖暖出了事，我也难受。我都说以后会改，为什么还翻旧账？因为这不是旧账。暖暖今天摔倒，就是这些事一点点积累的。她为什么饿了，也不敢找别人要吃的？她明明难受，为什么还骗老师说没事？出了这么多事，我这个爸爸为什么全不知道？不是他天生懂事，是他早就习惯了忍着。你不能把所有错都推给我。你一年到头不在家，孩子一直都是我带。他发烧我守着，上学我接送，衣服也是我洗。你回来骂我几句，就能算个好爸爸吗？妈，这句话你说的对。我总以为多跑车多挣钱就是对暖暖好。我把钱交回来，听他说一句好，就以为真的没事。我从没认真问过他一天到底吃了什么，放学是谁接他，我也没有真的确认过。他几点睡，有没有话想说，我全都不知道。你有错，我也有错。我承认自己的错，不代表你的事儿就能算了。我们都得改，谁也别拿辛苦抵消对暖暖的亏欠。李老师，您要的饭盒。谢谢您，辛苦了。这是我去年给暖暖买的，以后奶奶给我装好吃的，同学一定会羡慕我。李老师，给我看看。这就是暖暖今天中午的饭。是，这就是他今天带来的饭。这菜明显已经坏了，别说孩子，大人也不能吃，可能是天气热，带到学校以后才坏的。早上温度不高，中午开盒时就已经有酸味了。暖暖告诉我，这是前天晚上剩下的。他一个孩子记不清，也许是昨天的。您回复说，放冰箱里，热一热还能吃。妈，这些话是你说的吗？是，可我没想到饭真的坏了。老师说菜有味道，你却说孩子娇气。暖暖亲口说饿了，你还让他回家吃剩饭。王婶说不对劲儿，你怪他找事。二毛要钥匙，你又疑他偷东西。所有人都在提醒你，只有你觉得大家都在冤枉你。我知道错了，这次真的知道了。我把饭盒洗干净，以后每天给他做新饭。不是洗干净一个饭盒，事情就结束了。暖暖害怕的也不只是吃剩饭。他害怕什么？这是他上周的作文，题目是我最想和家人做的一件事。他写了什么？我最想让爸爸接我放学一次。别的小朋友放学都有爸爸妈妈牵手，我也想让爸爸在校门口等我。可是爸爸开车很累，我不能让爸爸少挣钱。奶奶说我要懂事，等我长大就不用你们管了。他只想让我接一次，可我连这件事都不知道。作文交上来以后，我问过他，我问他为什么不把愿望告诉爸爸。他怕您为了回来接他，晚上赶路，他怕您出危险，所以一直不敢说。勇哥，现在知道还不晚。暖暖还小，以后还有很多次放学。他没写我吗？写了，后面还有一段。我也想和奶奶吃一顿不着急的晚饭。奶奶每天都很忙，她吃饭的时候也要看广场舞视频。我说学校里的事儿，奶奶总说等会儿再讲，可是等一会儿，奶奶就睡着了。我想让奶奶听我把话讲完。暖暖想跟我说什么？不知道。他说每次准备告诉您，您都在练舞。他为什么不直接叫我？他叫过，今天不就叫了吗？他拉着你的手，告诉你他饿了。他还告诉你作业没有写。可你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？奶奶，回家吧，
我饿了，作业还没写呢。一边玩去，我还没尽兴呢。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他心里想这么多。刘暖暖的家属，我在，我是他爸爸。孩子醒了，目前意识清楚，可以进去1枚家属，但不要让他太激动。我也想进去看他，现在只能进去1位。大勇，让我看他一眼，我认个错就出来。爸爸，暖暖，爸爸回来了。爸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爸爸想你了，就回来了。你是不是少跑了一趟车？会不会少挣钱？不会，就算少挣了也没关系。爸爸以前只想着给你挣钱，以后爸爸不止挣钱，还要好好陪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等你出院，爸爸去接你放学。不是一次，以后只要能赶上，爸爸都去。那你会站在哪里？就站在校门口，让你一出门就能看见爸爸。爸爸，大黄呢？他没吃地上的饭吧？没有，大黄没有吃。王奶奶给他喂了饭，他正在家等你。那就好。碎碗会扎嘴。奶奶的舞跳完了吗？跳完了。那奶奶高兴了吗？暖暖，你为什么还问奶奶高不高兴？因为奶奶很喜欢跳舞，说今天站最前面，大家都等着她。可你也在等她，而且你已经饿了。我可以自己回家，我有钥匙。可你一个人回家，害怕吗？有一点。楼道很黑，灯总是不亮。可奶奶说，我都8岁了，不能什么都怕。8岁也可以害怕，爸爸这么大的人也会害怕。爸爸怕什么？爸爸最怕你出事，怕你躺在这里，爸爸却什么都不知道。更怕你明明不开心，还总告诉爸爸你很好。我真的挺好的，奶奶也不是天天不给我做饭，她有时给我煮面，也会买火腿肠。爸爸不是让你说奶奶不好，爸爸只想让你以后说实话，饿了就直接说饿，害怕就直接说害怕，不想吃坏掉的饭也可以直接说，你不是给大人添麻烦。可奶奶说爸爸开车很累，我说多了你会分心。奶奶这句话不对，爸爸开车的时候确实不能接电话，可爸爸停车以后可以听你慢慢说。以后每天晚上爸爸都给你打视频。每天都打吗？每天都打。要是你正在路上呢？爸爸会提前告诉你，停好车以后再打。那我可以跟你讲很久吗？可以，你想说多久都可以。爸爸听着，一定听你讲完。现在知道他为什么什么都不说了。是我把他吓住了。我总说他不懂事儿，还拿大勇辛苦吓唬他。你也不是不疼他，可你疼孩子的方式错了。你给他洗衣服，有地方住，家里有口饭就觉得够了。可孩子不是盆花，不能放在家里，隔几天浇点水。他有委屈，也想让你听。他有时说饿，就是想让你牵着他回家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是不是已经太晚了？孩子已经稳定，你要是真改，就不算太晚。可不能只哭几场，说几句，以后还得看你怎么做。你进去以后，别哭着逼暖暖原谅你。我只是认错，怎么会逼他？有些大人刚说对不起，就开始说自己也不容易，最后还要孩子安慰你，这不叫真正认错。那我应该怎么说？
把你做错的事儿说清楚，别给自己找借口，也别要求他马上说没关系。他暂时不想靠近你，你也必须接受。我知道了，这一次我不让暖暖反过来哄我，我只把错说清楚，不逼他回答。孩子刚醒，先别让他说太久。检查后家属可以轮换，但一次只进一位。爸爸先出去一下，就在门口等你。爸爸，你别走远。不走远，爸爸就在门外。你只要喊一声，爸爸马上进来。大勇，暖暖怎么样？他醒了，意识清楚，但医生说还要观察。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我不说别的，也不让他原谅我，我只想当面把错说清楚。让他进去吧，有些话总得当面说。妈，你可以进去，但不能再说奶奶也不容易，也不能让暖暖答应你任何事情。她愿不愿意原谅，只能由她自己决定。我知道，我什么都不逼他。可以进去，但尽量不要让孩子多说话。暖暖，奶奶可以进来吗？你不想看到奶奶，奶奶就站在外面。奶奶不是来让你说没关系的，奶奶是来告诉你，今天到底是谁错了。今天的事儿，不是你自己不小心，也不是你不懂事，更不是你给人添麻烦，是奶奶错了。你说饿了，奶奶却没有带你回家；你说作业没写，奶奶还嫌你烦。我明知你回家了，却骗爸爸说你还在广场。我只是怕爸爸怪我，才故意撒了谎。今天每一件事都是奶奶做错了，奶奶不找借口，也不再怪别人。奶奶，你真的听见我说饿了吗？听见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带我回家？因为奶奶自私，只想着自己高不高兴。奶奶觉得你饿一会儿也没关系，又觉得家离得近，肯定不会出事。是奶奶把你的事情看清了。奶奶，我以后说饿了，你还会嫌我烦吗？不会，奶奶以后再也不会嫌你烦。那你还跳舞吗？奶奶可以不跳，我以后再也不去了。李老师说，老人也要运动，跳舞不是坏事。可是你能不能等我吃完饭再去？能。以后你没吃饭，奶奶哪儿也不去。你身边没人陪，奶奶也不出去。奶奶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在家。你现在不用原谅奶奶。奶奶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以后让你慢慢看。奶奶，怎么了？你帮我看看大黄的爪子，它一直抓门，肯定很疼。好，奶奶现在就回去看它。